目睹老公和青梅结婚当天，我气得破了羊水，老公连忙终止婚礼。我以为他要将我送往医院，可他却转身开进山间别墅，把我关进屋里，让我自生自灭。他则掉头回去，继续和青梅走婚礼流程。有宾客问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他却语气淡漠：我只是和小雪假结婚，陪她应付家人。祝念却不依不饶，还故意尿裤子，破坏婚礼。她才怀孕6个月，怎么可能破羊水？等我和小雪度完蜜月，再放她出来。屋里粮食充足，饿不死她，也让她尝尝记性。可她不知道，为了不影响她的事业，我瞒报了2个月的月份。1周后，老公心满意足地回来，准备接我回家。当他看见我干瘪的肚子和早已腐烂的尸体后，却彻底疯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在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正在老公风庭云和他的青梅南雪的婚礼上。南雪穿着风庭云曾经斥资千万为我私人定制的洁白婚纱，和一旁的风庭云十指紧扣，笑得一脸甜蜜。她嘴角上扬，满眼得意。看着这一幕，我眼眶一热，气得冲上前阻止，却发现整个人径直从南雪和风庭云的身体里穿过。原来我早就死了，现在的我只是一缕残魂。不等我失落，周围就响起宾客的起哄声：亲一个，亲一个。这些人大多都是我和风庭云的共同好友。明明在此之前，他们都心疼我的遭遇，帮我说话，扬言就算风庭云和南雪真的举办婚礼，他们也绝对不会来捧场。可如今，他们却背叛我，选择支持风庭云和南雪。我自嘲一笑，也是，他们之前对我那么殷勤，也是想通过我接近风庭云。现在既然能直接讨好风庭云，又怎会在乎我？但还是有人看不下去，弱弱开口道：庭云，你这么对祝念，是不是太过分了？万一闹出人命，可就不好了。风庭云却满不在乎地晃动酒杯，语气淡漠道：这都是祝念自找的，等婚礼结束，我自会放他出来。屋里粮食充足，饿不死他，他都被我惯坏了，正好让他吃点苦头，尝尝记性。可他不知道，我已经死了，是被他亲手害死的。1周前，风庭云提出要和未婚先孕的南雪假结婚，陪他应付家人，应对流言蜚语。我不同意，真要找人演戏，他完全可以找别人，为什么要找你这个有妇之夫？他就是别有用心。风庭云却骂我小肚鸡肠，和我大吵一架。为了逼我妥协，他更是和我冷战。若是之前，我肯定会放下身段，答应他荒谬的需求，同他和好。可这次，我的态度也异常坚决，不惜提离婚，也要打消他的念头。没想到他却背着我偷偷和南雪举办婚礼。目睹他们婚礼的那一刻，我气得胎动，破了羊水。风庭云连忙终止婚礼，火急火燎将我抱上车。我以为他是要送我去医院，没想到他却掉头开往山间别墅，更是将我反锁屋内，让我反思。是他亲手将我送上了绝路。回过神来后，风庭云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冷着脸叫来了助理：刘助理，你去看看祝念反思的怎么样了。如果他愿意认错，保证以后不再撒谎的话，提前放他出来也不是不行。我却扯出一丝苦笑，可我明明就没错，我也从来没有撒谎。当时我是真的破了羊水，可在南雪的挑拨下，风庭云却认为我是故意尿裤子，破坏婚礼，让他丢脸。比起我，他更信南雪。见风庭云动摇，南雪立马抚上小腹，可怜兮兮道：
停云哥，虽然念念姐前面情绪失控将我推倒，但她毕竟是个孕妇，有什么闪失就不好了。你还是放她出来吧，这次我会小心护住肚子的。念念姐伤害我可以，但千万别伤害到我的孩子。前面撞破风庭云和南雪的婚礼后，南雪疯狂用嘴型说刺激我的话，孕期激素本来就不稳定，在她的挑衅下，我气得冲上前，只是还没碰到她，她就摔倒在地，捂着肚子直喊疼。也正因如此，风庭云后面才会将我锁进山间别墅，给南雪出气。此刻听南雪这么说，风庭云一脸心疼地拍了拍南雪的手，有我在，没人敢伤害你和孩子。说着，他不忘转头冷声吩咐助理，告诉祝念，什么时候愿意给小雪道歉，什么时候再放她出来。南雪一脸娇羞地靠在风庭云肩头，庭云哥，你对我和宝宝可真好。众人也纷纷撮合起了他们。庭云，你和南雪干脆假戏真做算了，反正你们也是青梅竹马，感情羁绊都比祝念要深。是啊，南雪可比祝念懂事多了。南雪娇羞一笑，拉了拉风庭云的衣角。我也下意识地认为风庭云肯定会答应，他却皱起眉头，冷声打断：这样的话以后别再说了，我和小雪就是假结婚，走个形式而已。祝念可是醋精，让他知道该生气了。我嘴里一阵苦涩，心里更是泛起酸楚。可这次我永远都不会再生气了，因为我已经死了。而且他让我生气的又何止这一件事？他要真在乎，我就不会和南雪结婚。既然都结婚了，又何必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听风庭云这么一说，众人纷纷噤声不语，南雪则是神色晦暗不明。就在气氛尴尬的时候，风庭云手机突然响了，他下意识地认为是我打电话来认错，一接通便脱口而出：祝念，你……只是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电话那头的人给打断。你好，你是祝女士的老公吗？我是仁心医院的医生，祝女士的电话打不通，麻烦你带她来做一下预产期的检查。风庭云一脸疑惑，她不是才6个月吗？哪来的预产期？医生停顿片刻，一字一顿道：什么6个月？她都8个月了，已经快临盆了。你身为丈夫居然不知道？闻言，风庭云愣在原地，握着手机的手指紧攥到发白，看着他一脸震惊的模样，我只觉得可笑。因为马上就是公司上市的关键时刻，为了不让他分心，我才隐瞒了2个月的身孕，骗他只有6个月。但只要风庭云仔细点，就会发现我抽屉里预产期的检查报告。若是他上心，我又怎能瞒得住？说到底，还是对我不够上心罢了。这时，有人不免猜测出声，所以前面祝念不是尿裤子，而是真的破了羊水。此话一出，风庭云立马朝助理投去死亡凝视。刘助理，祝念的产检都是你陪他去做的，你不是说他只有6个月吗？这是怎么回事？助理心虚的眼神飘忽，他当然心虚了，毕竟就是他间接把我害死的。我破羊水后，第一时间向风庭云求助，结果知晓实情的助理却站出来说我只有6个月的身孕，偏偏南雪还在一旁煽风点火，说我故意尿裤子让风庭云丢脸。在他们的一唱一和下，风庭云也觉得我在说谎，不由分说将我锁进早已荒废的山间别墅。只是他前脚刚走，我就因为受惊大出血，我哭着跪求助理救我和孩子，他却一把将我推开我，抬脚狠狠踩在我的手上，更是一下又一下猛踹我的肚子，最后冷漠地关门离去。我整个人痛到窒息。很快，
身下传来暖流，鲜红的液体随之流出，已经成型的孩子就这么化成了一滩血水和肉块。深深的绝望将我包裹，生命也在不断的流逝，气息越发微弱。我在不甘中咽了气，现在想起死前那种被撕扯拉拽的疼痛还历历在目。在助理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时候，南雪故意阴阳怪气道：“停云哥，我没想到念念姐这么斤斤计较，为了赌气还故意找医生演戏。如果是我，就算再生气，也绝不会让你丢脸，更不会给你添堵。”被南雪这么一挑拨，风庭云眸子骤冷，回复医生道：“你告诉祝念，别搞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心思，我没空陪他闹。”说罢，风庭云果断挂断电话。南雪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微笑。婚礼结束后，宾客散去，风庭云就要送南雪回家。南雪却突然提出想和风庭云一起回去。庭云哥，做戏就要做全套，起码新婚夜我得和你住在一起，不然多惹人笑话。风庭云有些犹豫，眉头显出深深的折痕。他曾许诺过我，不会让除我以外的人进出我们的新房，如今看来是要食言了。见风庭云动摇，南雪红了眼眶，抓着他的袖子摇晃：“庭云哥，看在我是一个孕妇的份上，帮帮我好不好？要是被别人知道我未婚先孕，我还怎么活啊？你忍心看我去死吗？”风庭云最终还是点头同意。我不由苦笑。风庭云害怕南雪遭人非议，却没想过他这种行为对我而言是多大的伤害。思索间，风庭云已经把南雪带回了我们的婚房。一进门，保姆就迎了上来：“先生、太太，你们回来了。”然而在看到南雪后，立马改口：“是南雪小姐啊。”南雪笑容一僵，抬手碰了碰风庭云的手肘，小声道：“庭云，不能露馅啊。”风庭云立马冷了脸，让保姆改口叫南雪风太太。我不由一愣，可他明明说过我才是他唯一的风太太，现在他的心不仅分成了两半，连风太太的头衔也能一个两用了。保姆也愣住，开口替我说话：“先生，您这样太太会伤心的。”风庭云默了片刻，随即开口道：“等祝念回来了再改回来，在此之前，你先称呼小雪为风太太。”南雪满意的抬了抬下巴，果断走进卧房，用我的口红，穿我的衣服，还带我的饰品，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风庭云只是扫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无声地纵容南雪的行为。保姆想要阻止，风庭云却一把拦下他：“李妈，你去做些糖醋小排和西红柿鸡蛋面，小雪爱吃。对了，别放姜和香菜，小雪不喜这些。”风庭云细细叮嘱李妈，我却心中酸涩。她和我同住这么久，连我海鲜过敏都不知道，却对南雪的喜好了如指掌。我总以为她向来粗枝大叶惯了，却没想到她也有这么温柔细心的一面。这时，南雪注意到我放在衣柜里的围巾，这是我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专门给风庭云织的，上面绣的“伊里”是爱庭云的缩写。南雪一把扯下围巾，脸色阴沉：“祝念，你都死了，还这么不安分？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还敢肖想我的东西，你也配？”我愣住，他怎么知道我死了？难道助理是他的人？不等我反应过来，南雪已经拿起桌上的剑刀，把围巾剪烂，还不解气地扔地上，踩了好几脚。这时，风庭云突然推门而入，在看到地上脏污残破的围巾后，顿时冷了脸：“小雪，你在干什么？”我心头一顿，风庭云这么在乎我送她的围巾，那是不是说明她心里也是有我的？然而，不等我想明白，南雪却瞬间红了眼圈，
眼里闪烁着泪花。庭云哥，我只是看这个围巾太好看了，想戴上试试，没想到会直接扯断。这围巾绣了你的名字，想来是念念姐送给你的吧？对不起，都被我搞砸了。这围巾一看就是被剪坏的。南雪的谎话明明漏洞百出，偏偏风停云信了。他不仅没怪罪南雪，反而心疼地拉过她的手，关切询问：一条围巾而已，倒是你有没有伤到手？你若喜欢，等之后我也让祝念之一条给你。闻言，我的心一寸寸冷了下去。原来风停云前面慌张，不是因为我的围巾，而是害怕南雪受伤。他竟然还想让我再给南雪织一条。我的真心在他眼里就这么廉价，到头来终究是我自作多情了。我不想再看他们亲密，想飘到别处，可我的灵魂却只能在风停云周边活动。无奈，我只能扭过头，眼不见为净。见风停云没有怪罪，南雪更是得寸进尺，提出今晚想和风停云一起睡。没想到风停云却躲开了他的触碰，直接拉开距离，冷声道：小雪，我们只是演戏给外人看，别过了。南雪只能无奈去了客房，临走前眼里闪过几分阴狠。他走后，风停云躺在床上，辗转几番后拿出了手机，反复观看我的聊天记录。可是聊天界面的消息还停留在早上，这让风停云不免有些疑惑。毕竟我就算再怎么生气，都不会这么久不回消息。纠结再三，他还是给我发来了消息，还在闹脾气。其实只要你服个软，我随时可以放你出来。你就是性子太倔，依旧没回复。不是我不想回，而是我回不了。毕竟死人又怎么会回消息呢？风停云有些烦闷地挠挠头，也不打算理我了，息屏睡觉。可一向睡眠很好的他，却破天荒地失眠了。次日，风停云顶着黑眼圈起来，他立马拿出手机给我发消息：关了这么久，也惩罚得差不多了，我一会儿就接你回来。他刚准备出门去找我，南雪却拦在他面前：停云哥，我老家亲戚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结婚的事情，非要见你一面，你就好人做到底，再帮帮我好不好？对上南雪泪汪汪的大眼睛，风停云终究还是狠不下心，无奈点头应下。临走前，他不忘给我发来消息：抱歉，念念，临时有事，我得晚几天再来接你了。风停云这事再向我报备，这让我不免有些意外。毕竟之前他一向自顾自惯了，想放鸽子就放鸽子，从来都不会考虑我的感受。现在他居然会主动和我解释，若是我还活着，或许会欣慰他的改变，可我已经死了，他改不改变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了。我的灵魂跟着风停云回了南雪的老家，刚下车，南雪的亲戚便将风停云团团围住，各种夸赞：这就是停云吧？你现在可是飞黄腾达了，和小时候简直就是判若两人。要不说我们雪儿命好呢，你们青梅竹马，长大后走到一起，这就是命定的姻缘。饭桌上，南雪的三姑六姨更是一个劲儿地给风停云夹菜，南雪爸爸则疯狂和风停云碰杯，喝得面色涨红。小风啊，我一直都很看好你，雪儿嫁给你，我们也放心了。不过雪儿毕竟怀了你的孩子，要不你把公司股份转让一半给雪儿肚里的孩子，就当是他们母子的保障。南雪一家一看就是算计风停云的财产。之前我不止一次地和风停云提过南雪接近他是别有目的，他却说我小心眼，说我嫉妒南雪故意造谣。他对南雪100%信任，对我却各种防备。可明明我才是他的妻子。风停云沉默不语，脸色有些不好看。
南雪连忙打起了圆场：“爸，现在说这些还太早，等孩子生下来再转让也来得及。”说着，他给风庭云夹了一块水煮鱼，试图安抚他。可他不知道，风庭云有胃病，根本吃不了啦。而且平时我都是专门剔干净鱼刺，再夹给风庭云的。此刻，风庭云望着盘里的鱼，一言不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见风庭云久不说话，南雪的三姑六姨打破了沉默：“对了，庭云，你和雪儿既然已经结了婚，那什么时候把证给领了啊？”“是啊，你总不能让雪儿没名没分地跟着你吧？”南雪也趁机挽住了风庭云的胳膊，面色绯红：“庭云哥，要不我们……”我以为风庭云肯定会答应，毕竟为了南雪，他连自己的妻儿都可以不要。可风庭云却是猛地一拍桌子，一把将南雪推开，冷冷道：“南雪，之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只是演戏，是不可能假戏真做的。我还有事，先走了。”南雪神色僵硬了片刻，立马跑上前拉住风庭云：“庭云哥，你明知道我的心意，为什么不肯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你也是对我有感觉的，不然你又怎么会这么帮我？”风庭云眉头蹙起，脸色阴沉了几分：“南雪，看来之前是我让你误解了，但我不爱你，我爱的人是祝念。”说罢，他头也不回地离去，果断开车朝山间别墅的方向而来。上车前还不忘给我发来消息：“念念，等我，我这就接你回家。”风庭云很快就赶到了别墅。风庭云的突然出现让守在门口的助理瞬间慌张了起来：“风总，您怎么来了？”“我来看夫人，你叫她出来吧。”助理冷汗涔涔，结巴道：“风总，要不您改天再来。”夫人她……风庭云心里没来由的一慌，不等助理反应过来，已经绕开助理冲了进去。门一推开，浓烈的臭味和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别墅中央更是躺着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看到尸体的那一刻，风庭云双腿仿佛灌了铅一半，整个人愣在原地，脸色更是不受控制地惨白起来。这个尸体难道是念念？风庭云连忙朝助理朝去死亡凝视，冷声质问道：“刘宇，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好生照顾夫人的吗？你就是这么照顾的？”说着，风庭云就要冲上来查看尸体。刘宇心慌的不行，直接拦在了风庭云面前，挤出笑脸撒谎道：“风总，这都是夫人的恶作剧。这不是你这些天冷落了夫人了，所以夫人才找了和自己身形相似的硅胶假人，就是为了故意气你呢。”风庭云整个人冷静了不少，眼底却还是略有疑惑：“那这腐臭味和一地的血迹也是假的？”刘宇冷汗直冒，却还是疯狂嘴硬：“这不是为了逼真吗？不过夫人这次玩笑确实开过了，都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了，可见夫人气得不轻啊。”风庭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就在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风庭云立马朝尸体的方向看去。等等，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是戒指吗？说着，风庭云就要朝我尸体的方向走来，助理却伸手拉住了他，一脸笃定：“风总，那怎么可能是戒指啊？肯定是你眼花了，你这是太久没见夫人，关心则乱了。夫人好着呢，而且她有手机，如果真有事，怎么可能不向你求助呢？”闻言，风庭云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我却看得冷笑，他怕是忘了，为了防止我破坏婚礼，继续作闹，他把我锁进别墅的时候，就顺便收走了我的手机。这也导致了后面我大出血的时候，根本求救无门，只能绝望等死。而且
但凡风停云仔细点，就会发现这具尸体是我，因为前面闪烁的正是他专门为我定制的价值千万的钻戒。风停云沉默了片刻，转头询问刘宇：“那夫人呢？她去哪儿了？”刘宇自然说不出我的下落，只能扯谎说我在生风停云的气，所以故意躲着不见人。他本以为这么说就能打发走风停云，没想到风停云却来劲了。躲着我是吧？脾气倒挺大，别墅就这么大，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躲到哪儿去。说罢，风停云便开始地毯式找我，可他除了一地的血迹，什么都没找到。他心里隐约有些发慌，恐惧不断放大，不祥的预感越发强烈。直到他看到根本没拆封的方便面包装和完好无损的矿泉水瓶。不对，我留在别墅的生活物资根本就没被拆封，这说明别墅里根本就没有人生活的痕迹。刘宇，你说实话，祝念到底藏哪儿了？刘宇眼看瞒不下去，只能支支吾吾地开口：“风总，前几天夫人宫缩得厉害，我就把她送去医院待产了。夫人生您的气，非不让我告诉你，所以我才……”风停云眉头蹙了蹙，忙声问道：“哪家医院？”刘宇只能说谎说到底，随便扯谎了一个：“圣心医院。”风停云拿上车钥匙，正要赶往圣心医院。刘宇自知大祸临头，一脸生无可恋，拿出手机，不知道给谁发着消息。就在这时，风停云的手机突然响起，一接通，南雪焦急的声音便立马传了出来：“停云哥，我肚子好痛啊，我好像要生了，但是我在老家，交通不便，你能不能送我去趟医院？小雪，我还得赶去医院看念念，不然你自己打车。”不等风停云拒绝，电话那头的南雪已经哀嚎出声：“可是停云哥，我真的坚持不住了，最后一次，你就帮我最后一次，算我求你了。同为孕妇，想来念念姐也会理解我的。”纠结再三后，风停云还是轻吐出一口气：“地址。”果不其然，这次风停云依旧选了南雪。面对他的选择，我毫不意外，毕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南雪抛下我了。我生日的时候，他原本答应好陪我庆生，可就因为南雪怕黑要人陪，他就果断放我鸽子，让我在冰天雪地里苦等了整整3小时，最后冻到发烧，休养1周才见好。10周年的时候，就因为南雪的一句想看极光，他就扔下我，连夜买票带南雪去北极看极光。一开始我哭过闹过，可风停云都用把南雪当妹妹堵了回来，所以渐渐的，我逐渐接受了南雪的存在。千疮百孔的心也因为受伤太多而麻木不仁。如今我对风停云已经心死，他选谁，想和谁亲密，我都不在乎了。挂断电话后，风停云再三叮嘱刘宇好好照顾我，而后转身离去。刘宇点头应下，只是风停云刚走，他就立马给火葬场打电话，要把我的尸体拿去火化。医院里，南雪被推进产房，风停云则在门口来回踱步，焦急等候，俨然一副陪着妻子生产的好丈夫模样。路过的小护士看到这一幕，不免议论了起来：“你看那人，老婆在里面生产，他就在外面陪产，好深情啊，好羡慕他们的小孩投胎到这么幸福的家庭里。”是啊，在所有人眼里，南雪和风停云这对青梅竹马才是一对，而我则是破坏他们感情、棒打鸳鸯的恶毒天降。这原本是我梦寐以求的场景，可对我来说，从来都只是奢求。很快，南雪生了7斤6两的小公主。南雪被推出来的时候，一脸虚弱，眼看南雪出来，
风庭云立马抱着孩子上前，温柔擦拭着南雪汗湿的额头，更是把怀里的孩子往南雪面前送。小雪，你辛苦了，看，这是孩子，水灵灵的，和你一样可爱。脸色惨白的南雪轻柔地抱着孩子，满脸慈爱。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我却暗自神伤，垂下眸子，不由自主地失落起来。如果我没有大出血，如果我的孩子能生下来，大概也会是这般可爱模样吧。可惜没有如果，我的孩子没了，我也死了。我很想知道，要是风庭云知道是他亲手杀死了我和孩子，他会是什么表情呢？愣神间，南雪已经被推进了病房。病房里，风庭云抱着孩子轻轻摇晃，眼里是控制不住的温柔。南雪趁势拉住风庭云，开口挽留道：“庭云哥，你这么喜欢小宝，不然你就留下陪我们母女吧。你知道吗？前面因为你的突然离去，我爸妈大发雷霆，说我不检点，还说小宝是野种，要把他活活打死。我拼死反抗，争执间才会动了胎气。庭云哥，算我求你了，再帮帮我好吗？要是连你都不肯帮我，我的未来就全毁了。”南雪眼中溢满了泪花，眼看晶莹的泪珠就要滑落，可这次风庭云却冷声拒绝了：“小雪，我可以帮你一时，但帮不了你一辈子。你可以找别人帮你，陪你演戏，但我不行。我有妻子，也有孩子，算算日子，念念也该生了。”这时，风庭云突然想起圣心医院离南雪所在的医院不远，他替南雪掖了掖被子：“你好好休息，我去隔壁医院看下念念。”庭云哥，南雪还想再说什么，风庭云已经头也不回地离去。刚到圣心医院，风庭云就立马拉住路过的护士询问：“你好，我想问一下，祝念是在哪间病房？”护士却一脸疑惑地看着风庭云：“祝念，我们医院就没有姓祝的产妇啊，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闻言，风庭云当场僵在原地，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什么？没有？这怎么可能？我老婆就是在这里生产的。”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嘴角微微上扬，一副已然看破的模样：“我知道了。你也是祝念找来的演员对吧？都要当妈的人了，怎么脾气还是这么大？闹了这么久了，居然还没闹够。行了，祝念给你多少工钱，我双倍付给你。你别陪他胡闹了，赶紧带我去找他，我有话和他说。”护士一副看傻子的模样，看着风庭云，一字一顿道：“这位先生，你这是在侮辱我的职业。什么演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医院没有祝念这个人。你若不信，我可以给你调问诊记录。”为了让风庭云死心，护士直接调出了问诊记录，翻来覆去都找不到我的登记信息后，风庭云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怎么没有念念的登记信息？难道刘宇他骗了我？可刘宇他都跟了我这么久，怎么可能呢？多可笑！风庭云对刘宇的信任都比对我来得多，可明明这些年为他牺牲付出最多的就是我真是瞎了眼，居然找了这么一个不知感恩的男人，到头来一腔真心为了狗，自己和孩子还死无葬身之地。风庭云越想越不对劲，连忙给刘宇打去电话，却发现刘宇已经把手机关了机。一时间，他的心情没来由地糟糕起来，不祥的预感越发浓烈。风庭云正要让人找寻我的下落，手机却响了。刘宇，你终于接电话了。你不是和我说祝念在圣心医院吗？为什么这里没有他的登记记录？风庭云话还没说完，就被电话那头的人给打断。请问是祝念家属吗？我们是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死者已经火化了，
麻烦你来领取一下他的遗物。你说什么？遗物？风停云指尖发颤，眉心直跳，身体更是一阵踉跄，险些摔倒在地。以为风停云没听清楚，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又好心重复了一遍：“是啊，祝念女士的遗物。您是祝念的丈夫风停云，风先生吧？我应该是没有打错电话的。”工作人员的话对风停云来说无疑是二次暴击，他愣在原地，手指用力到发白。祝念他死了？不可能，他明明还在待产，怎么会好端端的死了？说着，他就要开车赶往火葬场求证。然而风停云刚坐上车，身后就传来南雪虚弱的声音。他小跑到风停云面前，张开双臂，生生拦下了风停云的车子。因为跑得太急，小脸涨得通红。停云哥，你可千万别被祝念给骗了，这都是他的阴谋。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也是他专门找来的演员。风停云握着方向盘的手一顿，眸色一动：“你这是什么意思？”不等风停云反应过来，南雪便直接掏出手机，调出我和不同男人亲密的照片对在他面前。停云哥，祝念这么做就是为了假死脱身，好光明正大的和别的男人潇洒。其实我好几次都在路上撞见他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但我不想破坏你们的婚姻，就没有明说。我以为这样是为你好，没想到祝念却越发过分，不仅假死跑去和别的男人亲密，甚至连他肚里的孩子也不是你的。风停云看着屏幕里的照片，额上青筋直爆。不可能！南雪却在一旁疯狂拱火：“停云哥，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残酷，可这就是事实啊！如果孩子真是你的，祝念为什么要假死脱身？他做这一切不就是怕你发现真相吗？”风停云逐渐被南雪洗脑，神色有了些许动摇。可他怎么也不想，如果不是因为心里有鬼，南雪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出现这里？而且怎么就好巧不巧的手里刚好有我和别的男人的亲密照？关键这些照片 P 图痕迹明显，一看就是匆忙合成的。也就风停云这个傻子看不出，或许他看出来了，只是宁可相信南雪，也不愿意相信我。风停云越看照片，眼里的怒火越盛，脸色更是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去。该死！这些年我待祝念不薄，他居然敢背叛我。这时等了许久都没等到回复的火葬场不由弱弱开口打断：“风先生，请问你有空来帮祝女士取一下遗物吗？”风停云本来就因为我的背叛一肚子气，此刻对着工作人员就是一顿痛骂：“怎么还没演够？你们还真够敬业的！我没空陪你们闹，遗物和骨灰你们扔了就是。”说罢，风停云果断挂断电话。我不由扯出一丝苦笑。我父母双亡，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能给我下葬的人就只有风停云。可是我都死了，他却还要扬了我的骨灰，让我魂飞魄散。活着的时候就很窝囊了，没想到我都死了，还要受这种屈辱。我的一生可真够失败的。这边缓过劲来的风停云仍然气得不行。南雪见状，连忙上前，伸手拍背，给风停云顺气：“停云哥，别为了不值得的人气坏了身子。祝念不珍惜你，那是他有眼无珠，可我爱你啊！如果你愿意，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我和孩子都会好好爱你的。”风停云抿唇不语，轻轻推开南雪：“小雪，我觉得这件事我还是有必要和祝念好好谈一下。”见风停云仍对我不死心，南雪暗暗咬唇，面上却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停云哥，我知道你心里还放不下祝念，
其实你可以先和我在一起，这样祝念受了刺激，说不定就愿意出来了。等他出来了，我立马让位成全你们，这样你总不会拒绝了吧？”风庭云点点头，算是答应。之后的几天，向来不更新朋友圈的风庭云疯狂在朋友圈里和南雪秀恩爱，有贴脸的，有牵手的，还有拥抱的。就连南雪给他削了个苹果，他都要发朋友圈炫耀一番。我知道他这么做就是想刺激我，逼我现身。若是之前看到这一幕，我肯定气得找上门大吵大闹，非要风庭云给我一个说法。可现在我却格外安静，一点动静都没有。风庭云还不知道，在他忙着和南雪秀恩爱的时候，我的骨灰已经被工作人员扔进了垃圾桶里，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疯狂发烂发臭。就这么过了一周，风庭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总觉得事情开始不受控了起来。他联系了私家侦探，让他私下调查我的下落。这天，风庭云和南雪在拍大头贴的时候，突然手机发出了震动，打开一看，是私家侦探发来的消息：“风总，您交代的事有眉目了。”紧跟着发了一个视频。风庭云一听有我的消息，一脸激动地点开了视频，可看清视频内容后，他却表情凝固，脸色铁青地愣在原地。我一脸疑惑地顺着风庭云的目光看去，看清内容后，我也不由一愣，只因私家侦探给风庭云发来的视频不是别的，而是别墅的监控视频。也是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之前养狗的时候，我在家里安装了监控，只是后来狗死了，监控也就没有再用，慢慢闲置，我也就忘了这回事。没想到如今这个监控却派上了用场。监控里详细地记录了刘宇在别墅里对我的虐待。当看到刘宇对我拳打脚踢，猛踹我的肚子的时候，风庭云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铁青了起来。再看到我奄奄一息昏倒在别墅里，而我们盼了多年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也就此化作一滩血水的时候，风庭云的脸色阴沉得吓人。他攥紧拳头，额头上根根青筋显现。我明白，这是风庭云要生气发作的预兆。察觉到风庭云的不对劲，南雪连忙挤出笑脸，故作温柔地询问：“庭云哥，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闻言，风庭云迅速恢复了冷静，在南雪要探头过来看手机的时候，连忙将手机熄屏。“没事，公司的事而已。”嘴上是这么说的，可他看向南雪的眼里却分明多了一抹怀疑。有了这么一遭后，风庭云全然没有玩乐的心思，借口公事繁忙，送南雪回去，提前结束了约会。这之后，他立马开车来到刘宇的住处。看到风庭云后，刘宇控制不住的双腿打颤。“风总，您怎么来了？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风庭云将刘宇的神色尽收眼底，眸子越发冰冷。“怎么，我不能来找你？还是说你背着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刘宇冷汗直冒。“风总，我对您忠心耿耿，怎么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呢？”风庭云眯起黑眸，眼里迸射出危险的光芒。突然，他猛地一拍桌子，厉声道：“刘宇，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和我说实话？你真当我不知道你对念念做的那些事？说，你为什么要害死念念和他的孩子？”刘宇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却疯狂嘴硬：“风总，冤枉啊！您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谣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待我不薄，我怎么可能害夫人和他的孩子呢？”眼看刘宇不见棺材不落泪，风庭云直接把监控视频对到他面前：“冤枉？那这是什么？刘宇啊，刘宇，你好得很啊！
一直以来我居然像个傻子一样被你糊弄。铁证面前，刘宇再想辩解也无济于事，他脸色惨白的连连后退，因为恐惧声音不免带上了几分颤抖。封总，您饶了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迫的，是南雪，都是他逼我这么做的，是他说您不宠夫人了，说我跟着一个不受宠的老女人没前途，还说他早晚会上位，若是我得罪了他，等他上位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我没办法，所以才会鬼迷心窍，做了错事。听刘宇这么说，风庭云死死咬牙，语气冰冷。南雪，居然是他！眼看风庭云转移目标，刘宇连忙拱火，试图将自己摘出来。是啊，都是他的错。风总，夫人早就8个月了，为了不想让您分心，才谎称自己6个月。这件事南雪也知道，所以夫人破了羊水的时候，他将计就计，让我帮忙谎称夫人尿裤子。到了别墅后，他更是吩咐我打掉夫人肚里的孩子，说封氏的长子只能从他肚子里出来。之后他更是让我处理掉夫人的尸体，说这样才好死无对证。封总，我也是替人办事，拿钱消灾，你要怪就怪南雪，这和我无关啊！求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听刘宇这么说，风庭云的拳头紧了紧，但很快又缓缓松开。只见他嘴角上扬，轻笑道：“饶了你，可以啊，除非……”刘宇一听事情有转机，眼睛一亮：“只要您饶了我，让我干什么都行。”下一秒，风庭云冰冷的声音传来：“除非你去死！”不等刘宇反应过来，风庭云已经一声令下。下一秒，10几个保镖涌进屋内，对着刘宇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狂扇巴掌，拿起水果刀就往刘宇身上招呼。最终，刘宇被割掉了耳朵，剪断了舌头，更是砍断四肢，做成人棍。刘宇是在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中活活疼死的。解决完刘宇后，风庭云直接开车来到南雪家，看到是风庭云，南雪脸上控制不住的喜悦。庭云哥，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他话还没说完，风庭云对着他就是狠狠一巴掌。南雪被扇懵了，捂着脸楚楚可怜道：“庭云哥，是我做错了什么吗？”风庭云瞥了他一眼，冷声道：“别装了，你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刘宇都交代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连孕妇和未出世的孩子都不放过？”眼看事情败露，南雪也懒得再装，勾唇冷笑：“没错，是我，不过这不是我的错，谁让祝念觊觎不属于他的人？你是我的，祝念他一个替代品，还敢肖想你，他也配？”风庭云双目猩红，对着南雪又是狠狠一巴掌，更是伸手死死掐住南雪的脖子：“你个杀人凶手，你害死了念念和孩子，我这就杀了你，给他们陪葬！”风庭云的手越收越紧，南雪也来了脾气，狠狠啐了风庭云一口：“明明是你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你自己花心，关我什么事？如果我是凶手，那你也是帮凶，要不是你纵容我，祝念也不会死。闭嘴！你给我闭嘴！”南雪反而骂得更脏：“怎么有胆做没胆承认？风庭云，你真窝囊！”风庭云目眦欲裂，一气之下直接拿起菜刀砍向南雪，鲜血飞溅，南雪都来不及惨叫就没了动静。意识到自己杀人后，风庭云连忙扔掉了菜刀：“不怪我，都是你逼我的，你活该！”这之后，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逃离犯罪现场。他开车来到火葬场，抓着工作人员的手问：“祝念的骨灰在哪儿？”工作人员一脸疑惑：“祝念的骨灰不是撒了吗？”风庭云眼眶泛红，不死心地追问：“那遗物呢？
你之前不是让我来拿遗物，也扔了？风庭云顿时气恼地大喊：那是我老婆，谁让你们扔的？工作人员白了风庭云一眼，对道：让我们扔掉的不正是你吗？风庭云这才想起那天他好像确实在电话说让工作人员把骨灰和遗物扔了，他眼眶通红，疯了一般的在周围的垃圾桶翻找我的骨灰和遗物，试图找到残渣，可垃圾桶早已清空，什么都不剩下。一无所获的风庭云无力地瘫软在地，眼泪簌簌而下。他抬手一下下地往自己脸上扇去。对不起，念念，都是我的错。我不仅错信了小人，亲手害死了你和孩子，甚至让人扬了你的骨灰。你当时得有多痛啊！我就是个畜生。面对风庭云的忏悔，我却是冷眼看着，迟来的后悔有什么用？我早就不稀罕了。念念，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若有来生，我一定好好爱你。说着，他直接朝墙上撞去，血流如注。他抽搐2下，便没了气息。风庭云咽气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能自由活动了。我刚到地府，准备投胎，身后就传来风庭云的声音。转头看去，是灵魂形态的风庭云。念念，我终于找到你了，是我错了，你能不能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却是冷笑将他推开。风庭云，我不会原谅你，也不会替孩子原谅你。以后我的人生不会再有你，我们再也不见。说着，我不顾风庭云的哭喊，头也不回地遁入轮回。柳暗花明，我崭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